今年初，烟害防治法时隔了15年大修法，新增了许多的规定。不过新版的条文不只让有抽烟习惯的烟民叫苦连天，就连民间反烟团体也不太满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烟害防治法修法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今年的1月12号，在立法院3读通过了烟害防治法条文修正案，而这次的法案呢，也被称作是史上最严厉的版本。不仅全面禁止电子烟跟纳管加热烟，新版的法案在传统纸烟啊，甚至水烟上面也新增了很多的规定。此外呢，对于合法吸烟年龄、禁烟场所也都有了更严格的规范。而且这次新法的相关法则不只是针对烟品业者，吸烟者如果违反规定，也同样要受罚。那想当然了，消息一出呢，就让很多的烟民非常的苦恼跟崩溃，认为这样子的法案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严厉了。而且民间的反烟团体呢，对新版的条文也不是满意，认为这样子的规定呢，跟他们的诉求有明显落差，甚至有很多的漏洞跟隐忧。那这次的修法到底是修改了什么？又有哪些争议或隐忧呢？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讯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挫折、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另外，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没有刻板的印象，热销超过2万本，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台湾的烟害防治法上一次修法已经是2009年了，而这10几年来呢，台湾18岁以上成人的吸烟率也有显著的下降，从2008年呢还有21.9%，到了2020年就已经降到了13.1% 了。但是近几年间却出现了很多新形态的烟品，主要可以分成2大种。第一种呢是电子烟，它是利用电子设备来加热并雾化烟油，烟油里面可能会添加浓度不一的尼古丁，但也有不加尼古丁的。而第二种呢是加热烟，它是把烟草打碎重制成一根一根的这个烟草柱，然后再把烟草柱放进电子载具，也就是加热器里面，透过加热不燃烧的方式来产生烟雾。其中电子烟在台湾的普及率又更高，尤其在年轻人之间非常的流行。根据国健署2021年的调查，全台湾高中职学生里面有高达 8.8% 的人在使用电子烟，甚至国中生也有 3.9%， 等于台湾呢有大概8万名的青少年会抽电子烟。但在这一次的修法之前，烟害防治法所管制的烟品却只有纸烟、雪茄之类用烟草或者是含尼古丁的天然植物制成的产品。电子烟并不符合这样子的定义，而加热烟呢，是不是烟品则没有一定的见解，存在着很多的模糊空间。所以过去中央多半只能依药事法限制贩卖含尼古丁成分的电子烟油，跟限制标榜能够减少烟瘾的加热烟。因此，这次烟害防治法修法的最大改变，就是针对这些新型烟品而来。在立法院日前3读通过的新版烟害防治法当中，受管辖的项目新增了一个类烟品，指的是包含电子烟在内各种不使用的传统烟草，也不一定含有尼古丁，但会让人去吸烟或模仿吸烟的产品。而这种类烟品呢，在新版的条文当中也一律禁止制造、进口、贩卖、供应跟广告，甚至也不能够使用。也就是说，未来新法生效之后，电子烟就会被全面的禁止，不能够卖，也不能够抽。而至于加热烟这种烟草制成的产品，新法呢则是用指定烟品的方式管制，只要被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为指定烟品，不管是制造啊或者是输入，都必须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审查。而另外呢，使用这些烟品的必要组合元件，像是加热烟的电子载具，也要一起送审，而且两者都不能够促销跟广告。那在这些条文当中，业者要是违法，最高呢会被罚5000万元，而吸烟者呢要使用电子烟或是没有通过审查的加热烟，
烟，也会被罚2000到1万元的罚锾。而这一次的修法呢，还不只针对新型烟品哦，未来包含了纸烟在内的所有烟品，也都禁止使用中央主管机关禁止的添加物。所以那些添加薄荷啊或水果口味的凉烟啊、金球烟，未来也有可能会被禁止贩售。而除了针对烟品本身哦，新法当中还有一连串更严格的规定，包含合法吸烟年龄从18岁上修到20岁，禁烟场所扩大，从幼儿园呢到各个大专院校都要全区禁烟，甚至酒吧、夜店除了有独立空调的吸烟室之外呢，其余的区域也都要禁烟。同时呢，也明文的禁止烟商用邮购、网购的方式卖烟，而且烟品的包装上面警示图文的面积要从原本的35%增加到至少50%。而关于电子烟、加热烟等等的修正条文呢，预计在新法公告的1个月之后就会实施。至于加味烟跟警示图文的部分，则预计在公告1年后正式实施。那具体的上路时间，就还要等行政院公告才会确定了。那这次的修法虽然经过了漫长的这个讨论呢，跟多次的党团协商，但最后法案3读通过之后，各方对于法条的内容还是有很多的正反意见。那么接下来呢，会就电子烟、加热烟、吸烟年龄，还有公共场所禁烟这4大争议来讨论。首先，这次新法规定最严格的部分，也就是全面禁止电子烟的条文，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反烟团体的人支持这项条文哦，认为电子烟是一种比较好入门的产品，没有传统纸烟燃烧的臭味，刚开始吸烟的不适感呢会比较低，还常常添加香味，会让这个吸烟者呢误以为这种烟比较健康，甚至让青少年呢因为好奇而去接触。而此外，电子烟的这个烟味呢也比较难闻到，师长呢会更难去发现孩子抽烟，周遭的人呢也可能吸入二手烟而不自知，所以他们认为全面禁止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而至于反对者呢，则是认为现实的情况是电子烟已经非常普及了，需求量很庞大，所以应该要先纳管。现在这样子一刀切全禁了，恐怕只会导致电子烟的市场地下化。而就这个公卫学者担心呢，这样不仅无法真正的减少电子烟的危害，使用者还可能买到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反而更容易危害健康。而此外，也可能会让政府更难掌控电子烟使用者的状况，比如人数啊、年龄等等。这样子一来呢，政府就因为缺乏数据，难以深入的研究调查电子烟，也无法针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预防烟害啊，或者是戒烟等等的相关资源。而第二个争议的焦点是加热烟，有反烟团体认为新法当中关于加热烟的规范太过的模糊，可能存在着很多的疑虑。首先是条文当中没有明确使用加热烟这个词，而是写说要有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指定烟品才需要经过健康风险审查。同时，加热烟的载具呢，也就是用来加热烟草柱啊产生烟雾的电子设备，在新版的条文当中呢，也没有被定义为烟品，而是以指定烟品的必要组合元件这个模糊的用词来规范。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呢，等于是开空白的支票，授权给主管机关决定。那万一主管机关迟迟不把加热烟公告为指定烟品，那么加热烟就只要像一般纸烟一样申报就可以进口了。同时呢，加热烟的载具也会无法可管，烟商呢就可以用大肆的广告啊、行销载具的方式来变相行销烟品。不过，有些法律界的人士则认为呢，条文这样子写也有合理之处，因为新形态的这个烟品层出不穷，比如国外呢已经出现了烟草混合烟油的产品，未来也可能出现用非加热的方式来产生烟雾的烟草制品，所以法条上面应该要多保留一些弹性空间，给行政机关去应变各种状况。如果先把条文写死，只针对加热烟去做规范，那万一未来出现更新形态的这个烟品，那还要再修法，可能呢就会来不及修法，产品就先在市面上面泛滥了。而另外，他们也认为呢，加热用的电子载具就好比烟斗一样，材质基本上不可能是用烟草制成或含有尼古丁，而且也常常跟烟草柱分开贩售。所以呢，与其强行把载具认定是烟品，组合元件的用词呢，比较符合实际的使用跟销售的情况。这次吸烟年龄上修呢，其实是许多民间反烟跟医学团体长期在呼吁的事情。他们表示，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台湾大约有80%的吸烟者在20岁以前就开始抽烟了。因此，他们认为把吸烟的年龄提高到20岁以上，更可以保护年轻族群，不让他们成为新世代的成瘾者。但是，这条条文却受到了不少年轻世代的反对。有些人表示，法案一旦生效，等于是强迫18岁的吸烟者戒烟2年，2年之后却又可以抽烟，觉得这样子很莫名其妙，也很不公平。而此外，也有人质疑，为什么18岁明明成年了，却不能够享有成年人的权利？更何况民法呢，才刚刚把成年的年龄下修到18岁，现在18岁以上呢，要喝酒啊、开
车、买房、结婚都可以，就突然不能够抽烟，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也让人觉得很混乱。因此，还有超商的店员担心，法案生效之后，未来要是有18岁以上、20岁以下的顾客要买烟，就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造成冲突。早在这一次的修法之前呢，反烟团体就多次的呼吁室内公共场所、大专院校全面禁烟。对于新法当中酒吧、夜店要设立独立的吸烟室才能够抽烟的规定，反烟团体认为呢，这是做半套的修法，应该要全面禁烟才对。因为不只是吸烟的人，负责清理吸烟室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受到2、3手烟的危害。而至于这次大专院校全面禁烟的新规定呢，他们则表示认同，认为校方呢在新烟区的规划跟管理上面可能很难做到完全杜绝二手烟，也呼吁在法案上路前呢，各校就应该要逐步的减少吸烟区的数量，尽早的落实校园禁烟。但也有公卫的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不管是在夜店或是学校，之所以要设吸烟区集中控管吸烟者，就是为了不吸烟者的健康权益，让大众远离二手烟。那如果没了吸烟区，那有烟瘾的人呢无处可去，反而会冒险在各处违规吸烟，加剧二手烟的危害。因此，有学者表示，现阶段应该要做的呢，是先增加吸烟区，减少二手的危害，同时推出更多的戒烟措施。等到全体的吸烟人口更低了之后，再去逐步的实施特定场所全面禁烟。不过，包含禁烟场所跟刚刚提到的许多争议各方呢虽然对于现阶段采什么样的手段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多半呢还是站在不抽烟者的立场出发，在思考要怎么样管制吸烟者。那么，吸烟者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观察到，目前在网络上面，烟民的意见主要分成2大派。有一派的人呢，认为这次新法的条文严格过头了，因为吸烟应该是个人自由，政府不应该过度的干涉。他们认为，每个成年人都应该要有权利决定自己要不要抽烟，就算抽烟有害健康，但要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个人的自由。就像每个成年人也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喝酒、熬夜、吃垃圾食物一样。而另外呢，关于二手烟危害的部分，则有人认为，汽机车、大工厂的这个废气排放问题更加的严重，相较之下，二手烟的危害很小，只要划定吸烟区就好了。而至于另外一派的人呢，则是不反对政府朝着全国零烟的方向的发展，但是认为这次的修法忽略了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量，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们表示，抽烟的人也不是主动想要伤害自己的健康，而是身处的环境或处境使然。比如说，有些人在家庭或者工作环境当中，周遭的人呢都会抽烟，那他可能就会被影响。对于很多的烟民来说，抽烟可能就是这个工作上面提神或者交际应酬的工具，又或是跟别人交流互动、建立友谊的方式，同时也是很多人排解压力的重要管道。所以说，如果这样子的环境还是存在，那人们对于吸烟的需求也难消失。只要需求还在，就算法律再严格的限制，可能效益也不会很好，只会逼得有需求的人以身触法，躲在暗处抽烟，或者是转往黑市。他们认为，真正应该做的是去制定更多的配套措施，并且研究调查人们的吸烟状况，从根本着手来降低人们对于烟品的需求。在之前我们做第1集讨论电子烟的时候呢，留言区有很多的讨论。一些反烟的人觉得，抽烟危害的不只是吸烟者本身，也有很多的外部成本，比如消耗医疗资源跟二手烟的危害，所以会觉得说，电子烟、加热烟、纸烟都应该要通通的禁止。而一些抽烟的人呢，则是觉得抽烟这件事情是个人的自由，而且还有很多的行为也同样会害人害己，比如喝酒呢也会伤身、消耗医疗资源，还可能会造成酒驾之类的问题。如果这类的行为全部都要禁止，那根本禁不完。那这样子看起来呢，双方分歧的关键就是在于公共权益跟个人自由之间的取舍跟矛盾。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子讨论可能还是忽略掉了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吸烟这件事情可能不只是个人选择，也会受到社会的因素左右。国内外很多研究指出呢，吸烟行为多半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呢跟教育程度、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社经地位越低的人，抽烟的比例往往越高。刚刚也有提到呢，抽烟对于吸烟者来说，可能有着各种功能，像是社交排解压力等等。那对于一些生活相对贫困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就会因为缺乏其他的资源管道，所以更需要、更仰赖吸烟。比如说，很多人排解压力的方式可能是上健身房出国玩或吃大餐等等。但如果是一名从事粗重的劳力工作，甚至家中经济支柱的蓝领阶级，可能就很难有余力透过这些管道来排解压力。所以抽烟或许就会是他们少数能够放松的方法。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抽烟可能就不
只是公共权益跟个人自由间的矛盾，也反映出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那我们觉得，如果在思考烟害问题的时候，也考量到这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跟资源，或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的，那最后呢，还是要回到这次的烟害防治法来问大家，你同意这次的修法方向吗？同意电子烟很吸引年轻人，要尽快禁止，纸烟抽的人多，可能要慢慢来。B 部分同意觉得不管是哪种烟，现阶段呢用管制的方法是比较好，那全面禁止只会造成黑市。D 不同意，无论是电子烟、加热烟还是水烟纸烟，通通都该禁掉。D 不同意一堆造成更大危害的产业不管，去限制别人抽烟的自由干嘛啦？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烟害防治法大修法。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为何不让人抽电子烟以及大麻合法化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皮亚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Hami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